在蔚蓝的花海中，奥兰多拥抱着丽莎。奥兰多低声说道：“丽莎，我爱你，你是我唯一的选择。”丽莎看着他回应道：“奥兰多。”奥兰多继续说道：“等我讨伐魔女的任务结束，我们就结婚吧。”他扶着丽莎的肩膀，两人在花丛中越靠越近。丽莎发出一声轻叹，躲开了他的吻。奥兰多再次捧起她的脸庞，丽莎再次躲开。奥兰多凑近丽莎问道：“你是在戏弄我吗？”丽莎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不是那样的。”奥兰多看着她追问道：“那么你已经不再喜欢我了吗？”丽莎立刻大声反驳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我也喜欢你，奥兰多，但我不能嫁给你，因为你要讨伐的那个魔女就是我。”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，一个因为被诬陷而成为恶女的丽莎的故事。这是一个悲剧，我爱上了最强的骑士奥兰多，却不知道他注定要杀了我。这是一个无论听者还是讲者都会流泪的伤感故事。一切都要从100年前说起。那时我拥有无与伦比的魔力，和我的徒弟一起隐居在偏远的森林里。丽莎提着篮子在林间采药，已经采到了足够的药草，该回去了。她在林中走着，突然停下脚步，看向后方的一只鹿。那只鹿的腿部受了伤，丽莎放下篮子，走上前去。哎呀，你受伤了。她靠近那只鹿，安抚道：“别担心，我马上用魔法治好你。”丽莎伸出手，掌心浮现出绿色的魔法阵，光芒笼罩了受伤的鹿。骑士带着一队骑士突然闯入森林，他伸出手，大声喝止：“那边的，快离开那只鹿！”丽莎停下手中的魔法，疑惑地看向来人。一名随行的骑士指着丽莎对骑士说道：“恩德大人，那个魔女正在施咒，正如情报所说的一样。”丽莎感到莫名其妙，咒语？你们在说什么？骑士拔出长剑指向丽莎：“别再靠近了。”他身后的骑士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听说这片森林深处住着一个臭名昭著的魔女，特意前来讨伐。”丽莎看着受惊的鹿，急忙解释道：“请等一下，我只是在治疗这个可怜的小家伙。”一名披着斗篷的施法者挡在骑士身前：“请退后，恩德大人，这里很危险。”看来这就是他们眼中我的形象。在世人的传闻里，他是一个手持骷髅与乌鸦为伍的邪恶老妇，但我根本不会施什么咒语，这完全是误会。丽莎正要开口，那个披着斗篷的施法者已经凝聚起紫色的雷电，在此封印这个邪恶的存在。雷光瞬间爆发，直冲丽莎而去。丽莎看着逼近的攻击，心中一惊：糟糕，我没法反击这种突袭。雷光瞬间将丽莎吞没，她发出一声惨叫，身体在强光中逐渐僵硬。丽莎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正在石化，意识开始模糊。难道我就要这样死去了吗？我不甘心。丽莎的身体彻底变成了冰冷的石像，因为天生拥有强大的魔力，人们总是对她充满畏惧和排斥，这就是她躲进这片森林的原因。可无论躲到哪里，她最终都会被冠以恶女的名号。她还有很多遗憾，她想交给徒弟更多的东西。对不起，维克多。森林恢复了死寂，丽莎化作一尊石像，伫立在草地上，保持着最后挣扎的姿态。一名骑士向骑士汇报道：“大人，我们成功了。”骑士看着眼前的石像，回应道：“啊，为什么那个邪恶的魔女临死前会露出那样的表情？”一名部下走近问道：“恩德大人，既然搬动石像会有危险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禁止任何人进入这片森林？”骑士看着石像说道：“是的，那样最好。辛苦了，你的功劳很大。”施法者微微低头回应道：“我不配得到这样的赞美。”他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就这样，我那年仅20岁的短暂生命化作冰冷的石头画上了句号。我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毕竟换作是谁都会这么想吧。我的身体在那一刻彻底停滞了，直到100年后，石像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，石块开始剥落。谁能想到，我竟然在100年后苏醒了？伴随着强烈的魔法光芒，封印彻底破碎，丽莎从石化中解脱出来，重重地摔在草地上。丽莎趴在地上呻吟道：“好痛！”她试图站起来，却发现四肢僵硬，完全不听使唤。看来维持同一个姿势被冻住太久，身体都僵掉了。只要还活着，从现在起我什么都能做到。我会彻底忘掉那些人，从现在开始享受我的第二人生。维克多恐怕也不在这个世上了吧？在被石化之前，我总是尽可能的避免与人接触，但那样死过一次后，我才意识到那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孤独。只要没人发现我的魔力有多强，或许我甚至可以谈一场恋爱。没错，如果能遇到一个狂野又强健的人，就太好了。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，丽莎疑惑地看向声音的方向。一只巨大的黑狼从森林深处窜出，咆哮着向她冲来。丽莎吓得跌坐在地。等一下！眼看黑狼扑向自己，丽莎绝望地尖叫起来。啊呀呀呀！一道剑光闪过，奥兰多挡在丽莎身前，挥剑斩向黑狼。黑狼倒在地上，丽莎看着眼前的背影，发出一声惊叹。奥兰多收起长剑，转过身看向丽莎。丽莎坐在地上，呆呆地望着他。你受伤了吗？丽莎看着奥兰多英俊的面庞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男人是谁？简直帅得过分了。奥兰多看着被吓傻的丽莎说道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你一定是被吓坏了，动弹不得了吧？虽然你可能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但是……”丽莎一脸茫然地想到：“哎，难道他是个名人吗？如果我现在告诉他真相，他肯定会觉得很扫兴。所以现在……”丽莎低下头，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。“对不起，我从很远的地方来，所以对这里不太熟悉。”奥兰多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丽莎在心中暗自庆幸，太好了，总算糊弄过去了。奥兰多看着他自我介绍道：“我的名字是奥兰多，那么你呢？”他伸出手扶住丽莎。丽莎轻声回应道：“我是丽莎。”丽莎吗？这里很危险，我们先换个安全的地方吧。奥兰多低声说了一句失礼了，随后将丽莎横抱起来。丽莎在心中发出了尖叫：“天啊，
我这辈子还没被人这样公主抱过，而且对方还是个条件这么优秀的男人。难道在我被石化的这100年里，人类已经进化了吗？100年前的人类可不是长这样的。奥兰多抱着丽莎在林间走着。我本来是为了讨伐那个苏醒的魔女而来的，不过能帮到这个女孩也算是一件幸事。如果她是从远方来的，难怪不知道这片森林是禁区。要是她撞见了骑士家族传说中的那个魔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个魔女一定还躲在某个地方。以奥兰多骑士之名，必须彻底铲除那个邪恶的存在。丽莎被他抱在怀里，有些局促的开口说道：“那个。”奥兰多低下头看向他，非常感谢你救了我。奥兰多露出温柔的微笑，回应道：“不，我只是做了作为一名骑士该做的事。”太帅了，感觉灵魂都被净化了。当初被石化的时候，我以为我的人生彻底完蛋了，但也许我的运气终于要好转了，否则我怎么可能遇到像他这样的人？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奥兰多带着丽莎来到一处别墅前，这是我的别墅，这里有很多空房间，在你身体好转之前，请先在这里休息吧。丽莎看着眼前的建筑，心想：什么？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吗？奥兰多翻身下马，请下来吧。丽莎看着奥兰多张开的双臂，心想：所以他是要我跳进他怀里吗？不，他只是出于好意，我应该振作起来接受才对。丽莎准备从马背上下来，却不小心脚下一滑，她惊叫出声，身体从马背上跌落。奥兰多立刻上前接住她，说道：小心！奥兰多稳稳地将丽莎抱在怀中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情侣旋转吗？奥兰多将丽莎轻轻放在地上。你还好吗？丽莎回应道：啊，是的，非常感谢你。那真是一个转瞬即逝又脆弱的梦。丽莎看向奥兰多说道：奥兰多大人，您的举止和气度真的很成熟，面对那样的魔兽，您甚至都没有退缩，我完全无法与您相比。奥兰多牵着马走在路上，一边回应道：不，那只是，我想是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吧，周围的人对我也有很高的期望。丽莎看着奥兰多，心想，这意味着他出身于一个非常严厉的家庭吗？听起来真令人窒息。顺便问一下，虽然这可能有些失礼，但请问您今年多大了，奥兰多大人？奥兰多回应道：我20岁。丽莎惊讶地喊道：什么？我也20岁？既然我们同岁，不如我们放下那些繁琐的礼节吧，就把我当成路边的一颗小石子就好。你总不会对一颗石子用敬语说话吧？奥兰多沉默地看着丽莎。丽莎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抱歉，刚刚太突然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奥兰多。奥兰多轻笑出声，呵呵，没多少人会把自己比作石子。丽莎看着奥兰多，心想，他笑了。丽莎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我以前没什么机会和同龄人聊天，所以有点兴奋。你还是希望我用敬语吗？奥兰多看向丽莎说道：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说话方式，所以丽莎，请保持你现在的样子就好，这样更有趣。丽莎开心地回应道：太好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丽莎坐在宽敞的卧室床沿，长舒了一口气。我甚至没有可以回去的家，虽然现在有了落脚点，但我必须考虑接下来的打算。丽莎伸出手指，指尖在空中划出一个绿色的魔法阵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首先得想办法赚钱，只要能弄到药材，剩下的部分我可以用魔法解决。目前只能先靠卖药水维持生计了。反正已经过去了100年，没人会知道我曾是一名女巫。上一次有人对我这么温柔，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他救了我的命，我一定要报答这份恩情。丽莎站在窗前，看向远处的森林，心想，他说过这里不允许随便出入。那片森林里有很多美味的果实，也是绝佳的狩猎点。丽莎看着窗外，指尖再次浮现出绿色的魔法阵。即使时代变了，只要我使用魔法，应该就能找到足够的食物来报答他。既然如此，我得先行动起来。丽莎在房间里站起身，高举双臂，伸了个懒腰，却突然感到腰部一阵剧痛。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整个人瘫倒在厚厚的地毯上。如果能对自己使用治愈魔法，这种小事瞬间就能解决，无法治愈自己真是个大麻烦。总之，先从放松身体开始吧。几天后，丽莎换上了一身利落的绿色短衫和长裤。她在房间里猛地踢出一记高抬腿，口中发出一声轻喝。丽莎活动着身体说道：太好了，已经不疼了。丽莎哼着小调推开房门，看到桌上摆放着丰盛的餐点。在身体还没完全康复的时候，奥兰多总是会送来营养丰富的餐点。一个会做饭的男人，而且味道简直不可思议的美味。我一直都在接受照顾，现在轮到我来报答他了。别墅外的庭院里，奥兰多背着长弓翻身上马，正准备出发。丽莎推开大门走出来问道：奥兰多，你要去打猎吗？奥兰多转过头看向丽莎，回应道：是的，今天我也会带些大家伙回来的。丽莎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整个人瘫倒在地上。奥兰多见状立刻停下动作问道：丽莎，你还好吗？丽莎缓过神来回应道：我没事。那个，今天我想让你带我一起去打猎。奥兰多蹲下身握住丽莎的手，但是你才刚康复不是吗？打猎对于像你这样柔弱的女性来说太辛苦了。丽莎听到柔弱这个词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心中仿佛被击中一般，这简直太有效了。丽莎反手抓紧奥兰多的手臂，说道：自从你救了我之后，就一直在照顾我，对吧？所以现在轮到我了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其实很有本领的。他之前差点被魔兽袭击，大概没什么实战经验，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报答我，我不能就这样拒绝他。奥兰多站起身说道：好吧，那我们一起去。丽莎兴奋地回应道：太棒了。丽莎在心中盘算着，我已经用魔法锁定了猎物的位置，接下来只要稍微用点魔法就能搞定，真是完美的计划。
两人离开别墅，进入森林。然而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只巨大的野猪出现在前方，它双眼通红，发出低沉的咆哮。奥兰多挡在丽莎身前，握紧了手中的长弓。野猪猛地发起冲锋，巨大的身躯在地面上踏出沉重的响声，直奔两人而来。奥兰多迅速从背后抽出箭矢，搭在弓弦上发射。丽莎掌心浮现出绿色的魔法阵，她对准冲过来的野猪释放了魔法，绿色的光芒瞬间将野猪包裹，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声响，野猪被魔法的力量击中，发出了最后的哀鸣。巨大的野猪倒在血泊中。我们成功了，丽莎！真没想到你竟然会使用魔法。丽莎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刚才是一时冲动才出手的。不过那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咒语，应该没关系吧？”奥兰多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：“为了庆祝你康复，今晚我要大干一场，准备一顿丰盛的大餐。”丽莎兴奋地回应道：“大餐！”夜幕降临，圆月高悬在别墅上空。奥兰多兑现了诺言，在餐桌上大显身手。随着丽莎身体痊愈，美酒也重新回到了菜单上。丽莎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，脸色微醺地说道：“呵呵，奥兰多，和你在一起真的太开心了。”奥兰多看着丽莎回应道：“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话这样的话。”丽莎放下酒杯，凑近奥兰多说道：“怎么可能？奥兰多，没有人会觉得和你在一起没意思的。”奥兰多低下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我其实是个挺无趣的人。”丽莎立刻反驳道：“才不是呢，你只是太克制自己了。你可以像刚才那样大声笑出来，再放松一点。”丽莎调皮地眨了眨眼，毕竟我只是一颗小石子啊。奥兰多听后发出一声轻笑，丽莎开心地欢呼起来：“嘿嘿，终于看到你的笑容了。”奥兰多看着丽莎灿烂的笑脸，眼神变得温柔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问道：“丽莎，你有恋人吗？”丽莎正吃着东西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没有，从来没谈过。”丽莎突然停下动作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难道奥兰多有恋人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现在住在这里的情况岂不是很糟糕？奥兰多察觉到丽莎的异样，连忙解释道：“啊，我也没有，所以别担心。”奥兰多避开丽莎的视线，低声补充道：“我只是有一点好奇而已。”丽莎愣在原地，好奇？快跟我详细说说那部分。由于太过惊讶，丽莎手中的叉子掉落在地毯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丽莎惊呼出声，下意识弯腰去捡。奥兰多也同时伸出了手，两人的手在地毯上叠在了一起。丽莎赶忙缩回手说道：“啊，对不起。”奥兰多却顺势握住了丽莎的手腕。奥兰多注视着丽莎，呼吸变得有些急促。他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在芬芳的气息中，奥兰多吻向了丽莎。一阵突如其来的响亮号角声打破了暧昧的氛围。丽莎猛地睁开眼，脑海中一片混乱。刚才奥兰多是吹响了海螺吗？奥兰多放下手中的茶壶，转过身看向丽莎说道：“抱歉吓到你了，我想着餐后或许可以喝点茶，所以提前准备好了，谢谢。难道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？即便当时喝了酒，那种尴尬的感觉也太真实了。明明只是两个人的手同时碰到了叉子而已。”奥兰多端着托盘走近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，那种笑容到底代表着什么？在那之后，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异常尴尬。丽莎甚至完全记不得奥兰多亲手泡的茶是什么味道。她靠在床头，思绪飘回到那个瞬间。如果当时就这样继续下去，他们会接吻吗？丽莎在被窝里翻来覆去。其实，如果真的发生了，她并不会介意。随着对奥兰多的了解加深，丽莎发现自己越来越被他吸引。如果能成为他的恋人，那一定会是非常幸福的事。突然，一段尘封的记忆碎片闪过脑海，画面中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正施展魔法，大声宣告要在此封印邪恶。我也有权利感到幸福。丽莎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始终无法入眠。她决定下床去喝点水。丽莎提着灯笼，独自走在幽暗的长廊上，这种感觉真阴森。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丽莎惊恐地看向窗外，猫头鹰吗？真是的，别这样吓我！丽莎继续向前走去，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，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。丽莎！丽莎吓得放声大叫，惊慌失措地顺着楼梯向下跑去。丽莎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摔向前方。奥兰多在楼梯上方大声喊道：“丽莎！”回到房间后，奥兰多半跪在地上检查丽莎的脚踝，应该是扭伤了。丽莎坐在椅子上回应道：“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奥兰多一边为她包扎一边说道：“不。吓到你我也有责任，保险起见，明天早上让镇上的医生来检查一下。”丽莎看着正在忙碌的奥兰多说道：“只是踩空了几级台阶，没事的，休息一下就。”奥兰多打断了他：“丽莎，你曾把自己比作微不足道的鹅卵石，但在我看来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，请不要这样轻视你自己。”丽莎愣愣地看着奥兰多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明明正在被他责备，心里却感到一种奇妙的幸福。每当和奥兰多在一起，他的心跳总会加速，感到无比快乐。但不仅仅是因为这些，一直以来是奥兰多的真诚拯救了他。第二天清晨，奥兰多带着丽莎一起前往城镇。丽莎看着远处的城门，这里应该没有认识自己的人，所以没关系。然而再次与奥兰多如此近距离接触，我之前心跳也加速，但不知为何，现在我感到不安。奥兰多察觉到了怀中人的异样。丽莎，你还好吗？你今天似乎格外安静。丽莎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是吗？我觉得和平时没什么区别。”奥兰多否定道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丽莎转过头看向他说道：“奥兰多，你最近是不是变得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了？”奥兰多回应道：“丽莎，是你之前说让我不需要再克制自己的。”丽莎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你吗？”奥兰多反问道：“谁知道呢？你确定要听吗？真正的
或许和你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同。丽莎看着前方的道路说道：“我不介意你是哪种样子的奥兰多，虽然如果你突然改变，我可能会感到惊讶，但你曾从魔兽手中救下我，帮我旅行，甚至还为我下厨，那才是真实的你，对我而言意义重大，是你拯救了我。”丽莎转过头看向奥兰多说道：“我很庆幸找到我的人是你，谢谢你，奥兰多，请看路，这样很危险。”丽莎笑着回应道：“好。”奥兰多心中泛起一丝波澜，这下麻烦了。和丽莎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开始无法控制的展露真实的自我，即便那是不被允许的，因为世人想要的并不是真正的我。那时候他以为丽莎和他年纪相仿，对他而言丽莎是特别的存在，在别墅度过的时光也同样令他感到愉悦。奥兰多沉默片刻后开口说道：“丽莎，我有一个请求，请答应我，等我们到了镇上，你对我的态度不要发生改变。”丽莎有些困惑的问道：“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奥兰多收紧了手中的缰绳，请答应我。虽然不明白奥兰多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要求，但能感觉到这件事对他很重要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奥兰多低声说道：“谢谢。”到了镇上之后，难道意味着会有什么惊人的真相浮出水面吗？而那个答案指向的结论是，显而易见，他一定是个通缉犯。丽莎摇了摇头，否定了那个荒谬的想法。不可能，如果他真的是通缉犯，就不会主动坚持要带伤员进城了。虽然心中充满好奇，但丽莎不忍心再继续追问奥兰多。两人就这样沉默着，终于抵达了城镇。当厚重的城门在眼前缓缓开启，映入丽莎眼帘的景象让她彻底愣住了。街道两旁立着巨大的石雕像，墙壁上、旗帜上到处都挂着画像。丽莎环顾四周，满眼都是奥兰多，无论是雕像还是海报，那张脸孔无处不在。街道上的居民们发出了阵阵欢呼：“天啊，是奥兰多大人！他真的太英俊了，不愧是恩德家族最强的战士。”那个曾经封印了我的恩德家族后裔。人群中有人高声喊道：“各位，去讨伐魔女的奥兰多大人回来了！”丽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原来他出现在森林里是为了杀掉我。奥兰多骑在马上，对着拥挤的人群说道：“各位，抱歉，我正护送一名伤员，请大家让开道路。”他微微侧过头，对怀中僵硬的丽莎低声说道：“丽莎，抱歉吓到你了，之后我会向你解释一切的。如果真实的身份被发现，奥兰多一定会杀了他，他是他绝对不该爱上的人。”可是奥兰多察觉到丽莎的沉默，轻声安抚道：“前面就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，请再坚持一下。”事到如今，已经无法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他的初恋就这样陷入了彻底的混乱与绝望之中。医生合上医药箱说道：“大约1周就能痊愈，但请务必尽可能多休息。”丽莎坐在椅子上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奥兰多看向医生，非常感谢，听说伤势不重，我也放心了。医生感叹道：“真不敢相信，伟大的奥兰多大人竟然亲自过来了。”丽莎低下头，心想：我只是伤到了脚，但因为是奥兰多带我来的，结果变成了一次全身检查。好吧，让我试着理清情况。奥兰多是恩德家族的后裔，那是100年前我誓死效忠的敌对家族。他回想起人们对奥兰多的评价，他是恩德家族最强的战士，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骑士。而我即便过了100年，依然被视为必须猎杀的魔女。是谁说的已经过去了100年，所以没人会知道我曾是魔女？丽莎抱着头心想，没错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如果我的真实身份暴露，奥兰多一定会追捕我，这意味着我会死在他手里。奥兰多轻声唤道：“那个丽莎。”丽莎猛地回过神，应道：“在。”奥兰多看着他问道：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让你留在附近的地方住下，可以吗？”丽莎愣了一下，回应道：“啊，好的，谢谢你。”等等，他刚才叫我丽莎，他脸上的那个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奥兰多走近他说道：“那么让我来帮你。”几名女仆迅速跑了过来，递上拐杖喊道：“奥兰多大人，请用这个。”奥兰多接过拐杖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他转头看向丽莎，将拐杖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丽莎，请用这个。”奥兰多走在丽莎身侧，两人穿过华丽的长廊。丽莎拄着拐杖，内心充满了不安。难道他已经发现我的身份了？把我从森林里带出来，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吗？他已经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了，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他们来到一家酒店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可以暂时住在这里。丽莎坐在沙发上回应道：“谢谢你。关于接下来的安排，我先告辞了。”丽莎愣在原地。啊！她看着奥兰多离开的背影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什么？丽莎猛地倒在床上，整个人陷入了柔软的被褥中。在告诉完我这些之后，他就这么走了，这绝对很奇怪。他明明叫我不要改变态度，结果他自己却突然变得这么疏远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丽莎坐起身看向房门，会是谁呢？她拄着拐杖一步步挪向门口。她推开房门，几张纸片顺着门缝滑落在地。丽莎看着地上的纸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离奥兰多大人远点。”她惊叫一声，发现房门外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恐吓信，每一张都写着充满敌意的诅咒。难道镇上的人已经发现我是魔女了？如果是这样，奥兰多肯定也已经知道了。如果他的目标只是为了赢取我的信任，他应该不会表现出那种愤怒吧？我不愿意相信奥兰多所说的话和他的善良全都是谎言，这样下去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必须查个清楚。夜幕降临，房间内烛火摇曳，丽莎独自坐在沙发上，虽然一直保持着戒备，但除了那些诡异的信件，并没有发生其他事情。以防万一，我先用魔法设置一个警戒阵，等到了早上我就去找奥兰多。就在这时，一颗石子突然砸向窗户，丽莎惊叫一声，猛地转过头看向窗户，是袭击吗？她迅速伸出手，掌心绽放出绿色的魔法阵，瞬间熄灭了桌上的烛火，整个房间陷入一片黑暗。
丽莎顺势翻身，整个人紧紧贴在地板上。难道是想用噪音把我引出去？我才不会上当！她一动不动地趴在冰冷的地板上。丽莎咬紧牙关，真是要把我逼疯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主动出击。现在我要用魔法抓住他们。突然，一只手猛地从窗台下伸了出来，死死扣住边缘。丽莎惊叫一声，还没来得及后退，一个黑影已经翻窗而入，瞬间冲到她面前，死死捂住了她的嘴。这种动作绝对不是业余人士，他可能是派来取我性命的刺客。丽莎试图抬起手，掌心再次浮现出绿色的魔法阵，我必须用魔法把他轰走。然而对方动作更快，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，将他的双臂死死压制。不，他被对方顺势推倒在地板上，整个人被完全压制住，动弹不得。我不想死在这种地方。月光穿过窗户，映照出袭击者的轮廓。奥兰多正俯身压在他上方，丽莎闭上眼睛，大声呼喊：“救命！奥兰多！”奥兰多意识到事态，立刻松开手，退到一旁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马上起来。”丽莎看着眼前的奥兰多，奥兰多看向窗外，解释道：“外面有人在监视，我担心他们会伤害你，所以才决定从窗户进来。”奥兰多站在月光下，捂着脸，显得十分局促。把人吓成那样之后，又变成现在这种局面，真是太失礼了。丽莎坐在沙发上，听着解释。所以说，因为奥兰多是恩德家族的继承人，你拥有众多的追随者，为了保护我，你才不得不保持距离。奥兰多坐在他旁边，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甚至还有一群极端的狂热粉丝。丽莎，我那样做是因为担心伤害会波及到你，真的很抱歉。在这样的深夜，我本不该来拜访一位女士。但她抬起头，神情中带着一丝急切。但我担心，如果不尽快向你解释清楚，你会讨厌我。丽莎坐在他身边，看着他认真的侧脸，心跳不由得加快了。我怎么可能讨厌你？虽然我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，但如果每个人都对他寄予厚望，那不就意味着他一定会执行猎杀魔女的任务吗？奥兰多大人，我之前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对您的态度实在太随意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语气变得疏离。看来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。奥兰多听到这话，缓缓低下头。我想事情最终都会变成这样吧。我作为恩德家族的一员，被抚养长大，为了不辜负所有人的期待，我一直在努力坚持。但说实话，我真的很累，所以对我一无所知的你，反而让我感到很轻松。事实上，正是你的那份随意拯救了我。如果你现在也要疏远我，说实话，我会感到很寂寞。奥兰多露出温柔的微笑，说道：“对你说这些只会给你增添困扰吧？我很抱歉。”丽莎内心一阵慌乱，困扰我吗？她猛地站起身，大声喊道：“那绝对不是真的！我刚才说的话只是个玩笑，我其实是在等你反驳我，但你却当真了，所以我才慌了神。对不起，我还在学习怎么和人相处。”奥兰多看着他，神情渐渐放松下来，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。我希望奥兰多能一直这样笑下去。当我想起自己的使命时，我知道这种日子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，但至少在我的伤口痊愈之前，请让我再留在你身边久一点。我设法甩开了侍从们，来到这里，但我想我真的不该这样来见你。与森林不同，这里有目光盯着我们。那片森林是禁区，因为我在那里，但一个没人敢靠近的地方。丽莎双手合十，有了。丽莎拄着拐杖转过身说道：“我刚想起一个绝佳的地方，我们走吧。”奥兰多跟在后面问道：“走，我们要去哪？”丽莎回头看向他说道：“去我的秘密基地。”丽莎伸出手，前方浮现出巨大的绿色魔法阵，两人消失在光芒中。奥兰多看着周围景象的变化，惊讶地说道：“这是传送魔法吗？”丽莎拄着拐杖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这里有一些只能在偏远地区找到的药草，所以我施了咒语，这样我随时都能过来。真奇怪，我已经离开好一阵子了，但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。为了能从任何地方回到这里。”丽莎拿出一把钥匙递给奥兰多，说道：“拿着这个，现在无论你在哪里，他都会把你和这间小屋连接在一起。”奥兰多接过钥匙，干向着问道：“我对魔法不是很了解，但这难道不是高阶魔法吗？”丽莎有些心虚的回应道：“真的吗？我认识的人也会用，所以我以为这很平常。”奥兰多看着手中的钥匙，感叹道：“魔法确实每天都在进步。”丽莎看着他，心想：太好了，他没有起义。丽莎看向奥兰多，说道：“这里不会有其他人看到我们，所以你可以放松一下，对吧？”奥兰多点头应道：“是的。”等一下，我刚说完你就又变得这么僵硬了。这里只有我，所以放轻松一点，随性一些吧。奥兰多低声重复道：“随性。”他看向窗外问道：“外面是什么样子的？”丽莎听到他改用随性的口吻说话，内心兴奋地欢呼道：“随性的语气，我喜欢，感觉好新鲜，100分！”丽莎拄着拐杖走到桌边说道：“如果再往前走一点，有一片花田，还有野草莓和柑橘树。如果那里还和以前一样的话。”奥兰多掀开窗帘，看向窗外说道：“听你这么说，我想去看看啊。但是现在天黑了，也许我们应该换个时间再来。”丽莎手中汇聚起一团光亮，说道：“我可以用魔法照亮道路，那我们走吧。”她突然伸手将丽莎横抱起来，丽莎惊叫道：“哎呀！”奥兰多抱着丽莎说道：“丽莎，你受伤了，所以我抱你过去。”丽莎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但是……”奥兰多笑着说道：“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晚上这样出来过，感觉有点兴奋。”丽莎看着奥兰多，心想：这就是自由状态下的奥兰多吗？我好像唤醒了一个可怕的怪物。奥兰多抱着丽莎走在夜晚的森林中，周围点缀着点点微光。他们来到了一片盛开的白色花田，因为没有人出入，大自然并没有改变多少，连这片花田也和以前一模一样。
奥兰多将丽莎轻轻放在花丛中。谢谢你带我来这里。奥兰多回应道。是我自己说想来的，所以别担心。丽莎伸手抚摸着身边的花朵，说道：“这里的花四季都会开放，我以前经常用这些花做花环。”奥兰多看着花丛说道：“我想我也该试着做一个。”丽莎看着蹲在草地上忙碌的奥兰多，她完全沉浸进去了。我也试着做一个吧，好久没做了。丽莎熟练地编织着花瓣。好了，完成了。丽莎举起编好的花环，转头看向奥兰多，却发现他正盯着手中的花草，神情凝重。奥兰多低声的喃道：“还不够。”完美，他脑海中浮现出年幼时的阴影，那是作为恩德家族继承人必须承受的枷锁。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追求极致的完美，稍有差池便会招致严厉的责罚。丽莎察觉到他的异样，轻声说道：“我觉得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，尽力而为本身就是一件很棒的事，不是吗？不完美也可以是你的一部分，我身上也全是不完美的地方。”丽莎举起手中的花环说道：“既然我们都做好了，要交换吗？”奥兰多看着手中的花环回应道：“好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奥兰多伸出手，将花环戴在丽莎头上，嘿嘿，戴上奥兰多做的花环。丽莎晋升为公主殿下了。丽莎扶着头上的花环笑了起来，开玩笑的。奥兰多看着她应道：“很可爱。”丽莎愣住了，脸颊瞬间变得通红。她在开玩笑吗？但奥兰多平时不会说这种话，真奇怪。奥兰多也将花环戴在头上，虽然身边还有别人，但我现在感觉很放松。当初去讨伐魔女时，我拒绝组队，借口是不想让其他人陷入危险，独自进入了森林。那时候的我是多么渴望独处。奥兰多看着坐在花丛中的丽莎，丽莎是自由的，和她在一起，我的心情变得轻松了许多。奥兰多抚着胸口，我想更多的了解丽莎。丽莎陷入了沉思。讨伐魔女，如果换一种方式相遇，我可能已经被奥兰多杀掉了。丽莎闭上眼睛，我想我们不能永远这样下去。夜色深沉，森林中的小屋亮着微弱的灯火。奥兰多看向丽莎问道：“明天我有件重要的事不能错过，但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”丽莎拄着拐杖回应道：“可以，即使我不在，你也可以使用这间小屋。”奥兰多神情坚定地说道：“不，丽莎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奥兰多握紧拳头，目光直视着前方。丽莎看着他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如果你使用那把钥匙，我就会知道。只要我有空，我就会来看你。”奥兰多整个人仿佛焕发了光彩，看起来非常开心。丽莎却在内心抓狂地想到：“我本来是想减少见面的次数，结果话就这么自己溜出来了。但他和我注定要互相残杀，我们应该逐渐疏远对方。”丽莎回想起两人一起在草地上野餐，一起仰望星空，一起寻找四叶草的时光。然而，我却在这里乐在其中。丽莎手里攥着四叶草，我一直在想下次一定要断绝关系，但我却无法抽身，只是一直在拖延。脚上的疼痛正在消退，但我们不能永远这样待在一起。奥兰多抱着丽莎走进屋内，维克多正站在厨房里。维克多转过身问道：“丽莎？”丽莎看着眼前的陌生男人，疑惑道：“哎？”奥兰多低声问道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丽莎摇了摇头，回应道：“不，我不认识。”维克多猛地拍向桌子，站起身：“你不认识我？还有你为什么被一个男人抱着？”维克多停下脚步，盯着丽莎受伤的脚看了一会儿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：“啊，他是在帮你。”维克多抬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手，打了一个响指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。”丽莎的身体突然腾空而起，奥兰多惊呼道：“丽莎，这是魔法！”维克多伸手接住了飞向他的丽莎，将她稳稳抱在怀里，转头看向奥兰多，说道：“你已经没用了，退后！”奥兰多愣在原地。什么？丽莎在维克多怀中挣扎着喊道：“嘿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房子。”维克多低头看向丽莎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真正的身份，一切。但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，你会很麻烦吧？尤其是对那个恩德家族的人。”丽莎愣在原地。他为了让我进入这栋房子，对我施了魔法。现在我也能使用魔法了。他绝非等闲之辈，他一定会大吃一惊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你才是那个拥有天命魔法的人。丽莎打断道：“等一下，我们谈谈吧，心平气和地谈。”维克多回应道：“好啊，很高兴你能明事理。”他转过身看向门口，这意味着外人该离开了。奥兰多站在门口说道：“没门！”丽莎被维克多搂在怀里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露出马脚，我还是希望奥兰多先离开。奥兰多与维克多对峙，空气中弥漫着紧绷的魔力波动，气氛太紧张了，我根本插不上话。丽莎突然脱力，靠在维克多身上。维克多扶住她问道：“丽莎，你怎么了？你看上去精疲力竭。”他接着问道：“饿了吗？”他看着丽莎手里紧握的四叶草，还是像以前一样死死攥着。丽莎有时候真像个孩子。维克多拿出一个花瓶说道：“来，把它放进这个瓶子里。”丽莎把四叶草递过去，回应道：“啊，谢谢你。”维克多推了推眼镜说道：“稍等片刻，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。”他熟练的在厨房里忙碌。丽莎看着他的背影，心生疑惑，他怎么会清楚的知道每样东西放在哪里？奥兰多独自站在门口，神情凝重地注视着屋内的一切。维克多将精致的甜点和茶水摆在桌上。“我一直希望能再次见到你，丽莎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东西。”他端起茶壶，继续说道：“这茶是你喜欢的，对吧？就马克杯，我最喜欢的零食和茶。”他对我非常了解，他如此热切地等待着我。这种周到的款待，难道是那种经典的救了动物后，动物化作人形回来报恩的故事？近看的话，那双眼睛确实有着像鹿一样闪烁的光芒。维克多放下茶杯说道：“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。”“你一点都没变。”丽莎试探着问道：“那个，你难道是我以前救过的那只鹿吗？”
维克多愣住了，哈，路是什么意思？丽莎尴尬的低下头喝茶，气氛太僵硬了，还是换个话题吧。奥兰多按住丽莎的肩膀说道：“丽莎，你不该吃陌生人给的东西。”维克多反驳道：“你觉得我会下毒吗？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？”奥兰多冷笑道：“一个非法闯入别人家里的家伙说这种话，可没什么说服力。”维克多站起身，手中凝聚起蓝色的法阵。“你根本不明白，你才是这里的局外人，快给我滚出去！”强烈的冲击波在屋内炸裂开来。丽莎惊恐地喊道：“请住手！”维克多维持招法阵说道：“丽莎，你别插手！”丽莎挡在奥兰多身前，大声喊道：“奥兰多是我珍贵的朋友，我绝不原谅任何伤害他的人。”维克多啧了一声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他明明已经长大了，却还是偶尔会表现得像个小孩子。奥兰多低声重复道：“你珍贵的朋友。”丽莎，你真的是这么想我的吗？丽莎肯定地回答道：“当然了，我的父母只允许我见他们挑选的人，甚至连我的朋友也是由他们决定的。你是我第一个凭自己的意志交到的朋友，所以我当时真的很开心啊！我以前也没有过朋友，所以你可能也是我的第一个朋友。”奥兰多惊讶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奥兰多笑着拉起丽莎的手说道：“那我们正好一样。”丽莎看着奥兰多回应道：“是啊，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，除了他以外，其他人对我来说都只是点头之交。我竟然把这种感情误认为是浪漫的爱慕，真是太尴尬了。”维克多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够了，别再说这些肉麻的话了，真让人反胃。”奥兰多冷冷地回应道：“被一个我根本不记得的人这么说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”维克多指着奥兰多说道：“反正你们也才认识几天吧？你要知道，我认识丽莎的时间比你长得多。”奥兰多反驳道：“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”丽莎看着两人针锋相对，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你挑起争端的样子，还有那副阴沉的表情，总觉得让我想起某个人。丽莎看向桌上的杯子，等等，这个杯子。她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，一个黑发少年抱着两个杯子大喊：“这是打着处理的一整套，我可没有什么别的心思。”丽莎看着眼前的男人，难道是？维克多看向丽莎问道：“嘿，丽莎，你该不会真的打算永远留在他身边吧？他可是来自恩德家族的人。如果那个男人真的是我猜想的那个人，那他为什么对奥兰多如此敌视？就说得通了。”丽莎低下头，这也证实了我必须尽快远离奥兰多。我当然不想被杀掉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不想强迫他杀掉一个朋友。我不想伤害奥兰多。奥兰多扶着丽莎的肩膀说道：“无论我是不是来自恩德家族，丽莎对待我的方式始终如一，从现在开始也一样。”丽莎低声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她推开了奥兰多的手，低着头走向一旁。奥兰多愣在原地。丽莎背对着他继续说道：“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我的朋友奥兰多。如果你不是来自恩德家族，也许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，但是这必须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”奥兰多愣在原地。最后一次？为什么？维克多出现在奥兰多身边，手中凝聚起蓝色的魔法阵，说道：“我们已经谈过了，再见。”奥兰多环顾四周，这是哪里？我的房间？他们把我移到这里了吗？我很开心你把我当成重要的朋友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也许正因如此，我才让丽莎看起来那么悲伤。奥兰多脑海中浮现出丽莎的笑颜，我不想要再也见不到丽莎，我不想要那样，我想和丽莎在一起更久一点。男人推开沉重的大门，走进华丽的厅堂。奥兰多看着眼前的中年男人，父亲。中年男人神情严肃地问道：“关于那个女巫进展如何？”奥兰多避开视线，回应道：“那个，当我们去搜捕她时，一无所获，反而发现了一名险些被野兽袭击的女性。为了保护那个平民，我一直在搜寻，但最终没能找到女巫的踪迹。”中年男人冷冷地打断道：“所以你就这样空手而归了，是吗？”奥兰多抬起头反驳道：“作为恩德家族的一员，绝不能把平民留在女巫的森林里不管，所以我必须。”中年男人突然挥手，重重地扇了奥兰多一个耳光。中年男人按住奥兰多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听着，奥兰多，做出这种事，我也同样感到痛苦，但这都是为了你好。狩猎女巫是恩德家族最重要的使命，你肯定没有忘记吧？”奥兰多低声回应道：“当然没有。”中年男人继续说道：“恩德家族的命运就寄托在你身上，给我记住了。”奥兰多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，陷入了回忆。年幼的奥兰多跌坐在地上，父亲站在他面前呵斥道：“想玩？如果你有时间玩耍，就该为了恩德家族去训练。”年幼的奥兰多流下眼泪，父亲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回荡：“不要和那些平民混在一起，时刻意识到你是恩德家族的人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能做到，为什么你不行？我必须永远保持完美，如果做不到，我甚至不该存在。”中年男人看着奥兰多说道：“仔细听好，把那个女巫活着带回来。”奥兰多低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一定会履行作为恩德家族成员的职责。”丽莎坐在桌前摆弄着茶具，方糖应该是放5块吧。维克多猛地站起身，双手撑在桌面上问道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丽莎轻笑出声：“变了不少呢，我没想过100年后你还活着。你长大了，维克多。”丽莎伸手摸了摸维克多的头，维克多扶了扶眼镜，避开丽莎的手说道：“别把我当成小孩子，现在的我年纪比你还要大，你在等我吗？”维克多看向丽莎：“现在只有我能照顾你了。”丽莎笑着回应道：“呵呵，有个可靠的徒弟真好。”维克多的神情变得激动：“你明白当我发现你被石化时是什么心情吗？”丽莎才不是什么臭名昭著的女巫，都是那些混蛋误解了你。丽莎垂下眼帘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毕竟我本来就不是普通人。维克多猛地拍向桌面，站起身：“别那么说，即使再痛苦，你也总是假装若无其事的承担所有指责。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受伤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你从不生气？”丽莎
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露出温柔的微笑。这种心态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远处的小镇火光冲天，断壁残垣中，巨大的怪物发出震天的嘶吼，巨大的红色巨龙在村庄中肆虐，村民们四散奔逃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有人大声喊道：“大家快跑！”丽莎看着眼前的惨状，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的。几名壮年男子手持农具，试图阻拦巨龙。其中一人回头对丽莎喊道：“丽莎，快跑！父亲太危险了！”眼看巨龙就要发动攻击，丽莎冲上前大喊：“住手！”丽莎脚下展开巨大的绿色魔法阵，强光瞬间爆发，将巨龙彻底淹没。巨龙发出痛苦的哀鸣，在光芒中消失殆尽。光芒散去，丽莎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这是我做的吗？虽然学过魔法，但我从不知道自己拥有这种力量。大家都没事吧？丽莎跑向废墟，我打败了他。现在这里，男人跌坐在地上，惊恐地指着丽莎大喊：“怪物！”丽莎停下脚步，父亲！父亲在其他村民的搀扶下连连后退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怪物是在说我吗？我只是想打败那个可怕的东西，我只是想保护大家。这份异常强大的魔力让我变得孤身一人。丽莎走在村里的街道上，身后的村民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连亲生父母都对我感到恐惧，对我充满戒备。11岁那年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离开了村庄。丽莎提着行李走进森林，从现在起我必须独自生活。怪物无法与普通人共存，我想我无法奢望平凡的幸福。就在我陷入这种傲慢的想法时，我遇到了一次转折。在城镇阴暗的角落里，年幼的维克多正翻找着垃圾堆，一名路人踢向维克多，大骂：“到处乱窜的臭老鼠，真烦人，赶紧滚开！”维克多摔倒在垃圾堆里，他抱着偷来的面包跑开。傲慢的混蛋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一定要把他们全部赶走。维克多在奔跑中撞到了人，整个人向后仰倒，面包脱手而出。小心！绿色的魔法阵在维克多身后展开，稳稳地拖住了他的身体。维克多被柔和的力量拖住，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丽莎。维克多指着丽莎说道：“你的魔法。”丽莎立刻竖起手指放在唇边：“嘘，你没事吧？”维克多愣愣地回应道：“啊。”丽莎松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那么再见。”丽莎提着箱子转身离开。维克多呆立在原地，看着丽莎远去的背影。魔法真的很神奇，如果我也能使用它，或许就能出人头地。而且那个人，维克多露出了笑容，他把我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。维克多抱着面包，朝着丽莎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。丽莎用卖药剂攒下的钱去镇上购买物资。就在那时，她察觉到了异样。丽莎走在街角，注意到远处维克多正躲在木箱后窥视，那是之前撞到过他的孩子。哎呦，你撞断了我的骨头，快赔医药费！丽莎感到一阵不安，如果他再用这种借口来勒索，那就麻烦了。尽量低调行事。丽莎加快脚步转入巷子，维克多立刻追了上去。可当他冲进巷口时，眼前只剩下一堆空木箱。维克多懊恼地说道：“该死，让他跑了。”他站在原地思索，他刚才在买食物，这意味着他迟早还会回镇上来。从那以后，每当丽莎来到镇上，维克多都会跟踪她。丽莎正走在路上，维克多突然出现在她身后，说道：“嘿！”丽莎吓得尖叫一声，快步跑开。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？太可怕了！我一直在回避人群，因为我不想再受伤。他冲进森林，一脚踩进陷阱。哎，他靠在石壁上叹了口气，竟然让自己陷入了这种绝境。维克多出现在上方的岩石边缘，俯视着下方的丽莎，笑道：“嘿嘿，你甚至没发现我一直在把你往这里赶，对吧？你已经无路可逃了。就算你想用魔法。”丽莎抬头看着他，心中暗自思忖：虽然我可以轻易脱身，但是……维克多大声喊道：“教我怎么使用魔法！只要你教我，我就放你走！”他注意到维克多攀爬岩石的手指已经磨破，衣服也变得破烂不堪。丽莎无奈地回应道：“我不能让你一直这样跟着我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肯定有你的理由。而且我的衣服都弄脏了，确实需要用一点魔法来处理。”丽莎施展起魔法，点点光芒在林间绽放。随后，丽莎带着维克多回到了他居住的小屋。维克多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惊叹道：“哇，魔法真的太神奇了！我也想学这个。”丽莎脱下斗篷，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学会魔法。但你为什么想让我教你呢？维克多挥动拳头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听过一个传闻，有个强大的魔法师曾在山体上轰出一个巨大的洞，我也想变得那么强。”丽莎语气平静地提醒道：“但是学习魔法并不一定会给你带来幸福。”维克多急切地反驳道：“首先，我得先从这种底层的生活中爬出来，幸福是之后才考虑的事。你自己也说了，只要努力就能学会魔法，对吧？求你了，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。”丽莎看着维克多，心中泛起一丝涟漪。魔法曾是将我与世界隔绝的枷锁，但对于这个孩子来说，这或许是他生存下去唯一的工具。丽莎沉默片刻后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想，那我就教你。”维克多兴奋地喊道：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丽莎看着眼前的维克多，突然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最初学习魔法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想让生活变得更便利。那时候，我用魔法加热平底锅，父亲则用魔法清洗碗碟。我已经完全忘记那种感觉了。魔法有很多种形式，从简单的物体漂浮到高深的瞬间移动，只要有合适的资质和足够的动力，任何人都能通过训练掌握它。然而，从零开始精通魔法绝非易事。丽莎站在厨房里，对维克多说道：“你要想象体内的能量，像这样把它们糅合在一起。”维克多坐在桌边困惑地回应道：“哈！”
我怎么可能听得懂那种描述？就这样，维克多开始了在丽莎指导下学习魔法的日子。但由于他以前从未接触过魔法，完全无法立刻领悟其中的要领。丽莎拿着纸笔提议道：“我们先暂停一下魔法练习，来练习写字怎么样？”除了魔法，丽莎还主动教给维克多许多生活技能。丽莎看着维克多的练习成果，夸奖道：“哇，写得非常整洁，很容易辨认。”维克多认真的在纸上书写，虽然学到了很多，但我的魔法水平根本没有任何进步。你其实已经对我感到厌烦了，对吧？丽莎愣了一下，回应道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你一直都很努力，维克多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偷练习。”维克多低下头看着桌上的纸笔，说道：“如果我根本做不到，那练习又有什么意义？”丽莎走上前，握住维克多的手：“那不是真的。即便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仅仅是选择继续前进，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。”维克多看着丽莎，心中深受触动。每当丽莎教导我的时候，他从未表现出一丝不耐烦。说实话，我原本以为当你的学生只是暂时的，但我会竭尽全力去达成你的期待。维克多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坚定而清澈。丽莎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哎，态度怎么突然转变了？”维克多认真地回应道：“学生尊敬自己的老师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曾虚度光阴只为自己而活，但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想要回报丽莎那份坚定不移的付出。”丽莎看着桌上漂浮起来的羽毛，惊叹道：“啊，它飘起来了！”维克多双手张开，掌心间凝聚出湛蓝色的魔法阵。“我明白了，我想我终于掌握窍门了。”丽莎看着维克多的进步，兴奋地提议道：“我很期待看到你接下来的成长。既然你今天成功施展了魔法，我们应该准备一场大餐来庆祝。”维克多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道：“天哪，你太小题大做了，这就是拥有家人的感觉吗？我珍惜和丽莎在一起的每一刻。”两人坐在餐桌前，享用丰盛的食物。维克多放下餐具问道：“以你的水平，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高薪的皇家法师，为什么你要躲在这里生活呢？”丽莎停下动作，沉默片刻后，轻声说道：“这个嘛，因为我身上有一部分并不那么正常。”维克多立刻追问道：“是有人对你这么说的吗？如果有人敢这么说，我会让他们彻底消失。”丽莎急忙喊道：“快住口！我教你魔法是为了让你能独立生存，我绝不希望你用它来伤害任何人。”维克多低下头回应道：“明白了，但是顺便说一句，我一点也不觉得你有什么不正常，请务必记住这一点。”丽莎看着维克多，露出温柔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好的，谢谢你，维克多。”维克多看着丽莎，心中暗自思忖：我能感觉到丽莎非常害怕与外界接触，这让我非常担心，甚至无法忍受让她独自一人。5年过去了，当我变得精通魔法时，我决定偷偷尝试去讨伐一只魔兽。我想给他一个惊喜，让他看看在他的教导下，我已经变得多么强大了。然而，在幽暗的山洞深处，一只巨大的巨龙正对着眼前的入侵者们咆哮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绿色的光芒在洞穴中闪现，一道耀眼的绿色光柱从天而降，瞬间贯穿了巨龙庞大的身躯。强烈的冲击波向四周扩散，将维克多和他的同伴们震退。一个身影从空中缓缓降落，停在巨龙的尸骸前。一名同伴惊恐地喊道：“等等，难道这就是传闻中那个能在山上轰出一个洞的怪物吗？”另一名同伴握紧手中的剑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开什么玩笑？为什么像他这样的怪物会出现在这里？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让我感到挫败了。正因如此，我曾发誓要永远留在他身边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要让他获得幸福。好了，我要出门了。”维克多站在桌边，看着丽莎离开的背影，他曾真心相信他们两人会就这样永远生活在一起，至少在丽莎被变成石头之前，他是这么想的。维克多看着前方，当我得知丽莎被石化时，我被迫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在等待丽莎回来。丽莎轻声唤道：“维克多。”维克多握住丽莎的手说道：“以前我总是被保护的那一个，但现在情况不同了，这一次我会保护你。”丽莎看着维克多，如果维克多不在那里，我只能独自逃离恩德家族。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怪物的话，我可能已经放弃了一切。维克多一定一直在担心这些，所以他才这样等着我。丽莎看向维克多说道：“谢谢你，维克多，我总是那个被你鼓励的人。一个可爱的学徒确实值得珍惜。”维克多疑惑地问道：“哎，就这样像过去一样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再次开始了？或者说我原本是这么想的。”丽莎伸手够向高处的货架，就差一点了。一只手从旁伸出，轻松拿下了那个罐子。维克多问道：“是这个吗？”丽莎愣在原地，她以前明明比我矮，甚至够不到这个架子。维克多看着丽莎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丽莎接过罐子回应道：“不，没什么，谢谢你。”丽莎用力拧着罐盖，可恶，打不开。维克多伸手拿过罐子，说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让我来吧。”维克多轻松拧开了盖子。丽莎看着维克多的背影，维克多以前有这么强壮吗？维克多笑着说道：“嘿，别忘了，我现在已经是个成年男人了。”他走近丽莎，伸手按住她的头，说道：“丽莎，你真的很娇小。”丽莎看着维克多，这一点也不可爱。维克多看着丽莎说道：“啊，没关系，你总是习惯把我当成孩子对待。从现在起，你必须正式承认我是一个成年男人了。但在我眼里，维克多是我可爱的学徒。”维克多回应道：“那个可爱的部分是不必要的。”丽莎慌忙跑开说道：“对哦，我忘了我还有事情要做。”维克多在身后喊道：“嘿，丽莎，我要出门了。”维克多看着门口，哈哈，看来他终于意识到了，你太迟钝了，笨蛋，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那个虽然有点厚脸皮，却很可爱的维克多，可现在的他竟然变成了那个样子。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但我还是无法完全适应。
他停下脚步，靠在树桩上喘息。首先，停止身体时间的流逝是一种高阶咒语，他真的是独自掌握的吗？而且看起来这并没有给他的身体带来负担。照这个速度，他恐怕已经掌握了大部分魔法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作为师傅的地位可能就不保了。他突然察觉到异样，有人朝这边过来了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远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一群穿着铠甲的士兵正穿过树林。丽莎立刻施展魔法，这个地方是……让我来解释一下。多亏了这个隐身咒，再也没有人能发现我了。丽莎躲在树后观察，我经常来这里采药，会是谁呢？奥兰多走在队伍最前方说道。果然，这一带似乎没有任何使用过魔法的痕迹。奥兰多继续说道，如果在石化现场没有发现传送魔法的痕迹，那就说明那个女巫是靠自己离开的。一名随从问道，既然她没有落入我们的网中，是不是意味着她就躲在附近？奥兰多回应道，极有可能。据说那个女巫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很久，她可能假装逃向远方，实际上还躲在森林的某个角落。如果他们能判断是否使用了传送魔法，说明他们中间也有魔法师。不过我住处周围设有结界，外人没那么容易进去，应该没问题。丽莎突然僵住，我竟然忘了给过奥兰多一把备用钥匙，我必须想办法把钥匙拿回来。不对，虽然他看不见我，但不代表身体接触也是安全的。奥兰多停下脚步，什么？难不成他能看见我？一名士兵急匆匆跑来喊道：“奥兰多大人，紧急情况！我们收到消息，城里抓到了一名女巫。”丽莎看着士兵，被抓了？可我就在这里啊！奥兰多下令道：“明白了，停止这里的搜寻，立刻前往城里。”奥兰多带着士兵们离开了森林。丽莎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除了我之外，这里难道还有别的魔法师吗？也许维克多知道些什么。回到屋里，维克多正在厨房忙碌。女巫啊，那大概是最近刚到的那个舞者吧？丽莎惊讶地问道。什么？他甚至不是个魔法师？维克多一边搅拌着碗里的食材，一边说道：“我听说了一些传闻，说他那迷人的舞姿让人们误入歧途，很可能是某些输了钱或者头脑发热的蠢货，把气撒在了他身上。”丽莎愤慨地说道：“太差劲了，这根本是诬陷！”他转身准备离开。我不能做事，不管，我必须去帮他。维克多伸手拉住丽莎，说道：“别去！”丽莎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作为女巫被捕，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我而被处决的。维克多看着丽莎说道：“那样的话，你就再也不会被追捕了。”丽莎，这对你来说不是更好吗？丽莎大声回应道：“我才不想要那样的解决方法，而且我知道被诬陷是多么痛苦的事，我不能在这里抛弃他。”丽莎脚下浮现出绿色的魔法阵，她头也不回地冲进光芒之中。维克多喊道：“丽莎！”广场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，旗帜在风中飘扬。一名围观者指着被捆绑的女人，大声说道：“就在奥兰多大人出发去狩猎女巫的时候，这个女人来到了城里，她用那些可疑的歌舞迷惑了民众，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。”另一人附和道：“真是个可怕的女巫，她骗走的钱可不止1、2个人的。”被绳索束缚的舞者跪在地上，嘴角却露出一丝冷笑：“女巫，我只是在表演艺术，收取报酬有什么错？”一名贵妇人尖叫道：“闭嘴！奥兰多大人，我的主人就是被他操纵了。”另一名女子指着舞者喊道：“没错，她肯定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邪恶女巫。”丽莎穿过人群，看着眼前的混乱，那些自称亲近恩德家族的人正在指控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巫。围观者们议论纷纷，到底该相信谁的证词？奥兰多大人一定会做出英明的判断吧？奥兰多沉默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女人，眼神冰冷。丽莎站在人群中，看着奥兰多握住剑柄。“不会吧，奥兰多，你不会真的要？”奥兰多拔出长剑，高高举起。丽莎看着奥兰多冷漠的神情，在内心深处，我曾相信奥兰多会理解这一切。毕竟我们曾一起度过那么多时光，一起在花丛中漫步，一起分享过往的秘密。我以为他知道我不是那种邪恶的女巫，但我错了。丽莎冲出人群，大声喊道：“请等一下！”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丽莎身上。奥兰多看向声音来源，丽莎站在广场中央，直视着奥兰多的眼睛。仅仅因为怀疑某人是女巫就试图处决她，这太过分了！你应该至少先听听被告的说法，并核实真相。奥兰多看向丽莎，回应道：“啊，不，我没有处决他的打算。”丽莎愣住了。哎，但是你举起了剑，而且正要挥剑砍下他的头，不是吗？奥兰多解释道。啊，那只是为了确定他是否真的会使用魔法。丽莎疑惑地重复道。确定？奥兰多继续说道。如果他的生命受到威胁，而他又会使用魔法，他肯定会用魔法来保护自己，对吧？为了辨别某人是否为女巫，能否使用魔法是最重要的因素。丽莎回应道。我明白了，这确实有些道理。太尴尬了，我该怎么解决这个局面？奥兰多看着丽莎，心想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一个受到怀疑的人发声，这确实很像丽莎的作风。围观的人群中传出指责声：“你怎么敢反驳奥兰多大人的决定？而且，你居然站在女巫那一边，真是太奇怪了。”丽莎面对众人的指责感到十分局促。奥兰多抬起手对众人说道：“各位，请冷静下来，他只是出于内心的善良才这么做的。”奥兰多看向丽莎问道：“你也不认识那个女巫对吧？”丽莎看着奥兰多：“如果我只是点头并退缩，大家也许就会满意了，但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她。”丽莎看向众人说道：“对你们所有人来说，女巫被视为绝对的邪恶，不是吗？正因如此，你们仅凭一点怀疑就这么做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不知道哪一方才是真正的邪恶。”奥兰多站在人群中央说道：“我理解你的感受，然而，
保护人民免受女巫威胁是恩德家族的职责，请把对他的处理交给我。丽莎看着奥兰多，怎么会这样？丽莎正要上前，奥兰多那名巫女打断了她。等一下，巫女低声劝阻道：“住手，就这样算了吧，再继续下去，你也会陷入危险的。”丽莎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无法做事，不管，因为我也不是正常的普通人。丽莎站在广场中央喊道：“我有一个请求，你能否承诺，不要仅仅根据女巫的标签来评判，而是听听那个人想说什么？”奥兰多看着丽莎回应道：“那是。”人群中传出愤怒的斥责声：“够了！你难道没意识到，你才是那个不正常的人吗？”一名男子捡起地上的石块喊道：“降下正义之锤，惩罚这个反抗奥兰多大人的恶人！”其他人纷纷附和：“没错，我们要亲手净化他。”石块接连不断地朝丽莎投掷过去，丽莎护住头部，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。奥兰多焦急地喊道：“丽莎！”奥兰多冲上前，将丽莎紧紧护在怀中，任由飞来的石块砸在自己的铠甲上。突然，那些飞向两人的石块在半空中停滞，随后纷纷碎裂坠落。维克多出现在街道尽头，手中闪烁着蓝色的魔法阵。“我是为了找丽莎才过来的，结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维克多走向众人，语气冰冷：“你们竟敢让丽莎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！”丽莎见状，急忙喊道：“不，维克多，奥兰多刚才是在帮我。”奥兰多松开丽莎，低声说道：“不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，因为每个人都对女巫的存在感到恐惧，所以他们才会反应过度。”维克多看着奥兰多说道：“妥善控制那种局面是你的职责，不是吗？”奥兰多跟一个只知道听从父亲命令、优先考虑贵族家族关系的被宠坏的小鬼说话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奥兰多反驳道：“收回那句话，即使是我，也有自己的意志。”维克多冷笑道：“别自以为是了，在靠猎杀女巫出名之前，你们恩德家族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贵族。”维克多转身看向围观的人群，喊道：“还有你们这群家伙，给我搞清楚，利用暴民的暴力来围攻他人，你们这些人才更加疯狂。”维克多背对着奥兰多，老实说，我并不在乎那个被怀疑是女巫的女人会怎么样，但如果我抛弃她，丽莎会伤心的。为了丽莎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维克多搂住丽莎，周身泛起耀眼的蓝色光芒。不像你。奥兰多震惊地看着这一幕。维克多带着丽莎，连同那名被指控的女人一起，在魔法阵的闪烁中消失在原地。奥兰多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上，该死！即便维克多不说，他也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但恩德家族的法律是绝对的。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，那个男人带着他消失了，他一定是个强大的魔法师，对吧？这不就意味着他是来救同伙的吗？我就知道他们都是女巫那一伙的。人们围向奥兰多喊道：“奥兰多大人，让他们就这样逃走，太危险了。”奥兰多看着众人，在心中反驳道：“不，丽莎并不危险，丽莎是我的。”太吵了！一名随从向一名金发中年男子汇报道。当奥兰多大人正在审问那名疑似女巫的女人时，一名巫师突然出现并带走了她。金发中年男子听后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发生了这种事。”他看向周围的人群，继续说道：“各位无需担心，奥兰多是我亲手培养和磨练出来的完美骑士，他绝不是那种会屈服于区区魔法的人。”奥兰多听着父亲的话，看着欢呼的人群，心想：对于父亲来说，我不过是一件作品，我从未被允许违抗他。奥兰多低下头，但是丽莎。他回想起与丽莎相处的时光，丽莎曾微笑着对他说道：“不过，我认为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，毕竟努力本身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不是吗？我觉得不完美也是一种个性，我身上就全是不完美的地方。”奥兰多低头沉思，是丽莎教会了我，完美并不是一切，我曾被那些话语所救赎。奥兰多握紧拳头，转身走向广场边缘，我会去追他们，这并不是因为父亲的命令。奥兰多眼神变得坚定，我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。他从怀中取出一把古朴的钥匙，我要去正式面对丽莎。舞女向丽莎和维克多挥手告别，多亏了你们两位，我才安全了，真的很感谢。丽莎和维克多并肩走在草地上，看着那名女子远去的身影。丽莎看向维克多说道：“那个维克多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就擅自跑掉，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救下他。”维克多突然弯下腰，手扶着额头。丽莎惊呼道：“维克多！”维克多稳住身形说道：“别慌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”丽莎看着维克多，他接连不断的使用魔法，也许现在是副作用发作了，让我先为你施展治愈魔法吧。维克多突然伸手抓住了丽莎的手腕，阻止了她的动作。丽莎愣住了，怎么了？维克多神情痛苦的低声说道：“这次事件让我痛苦的意识到，人们对女巫的偏见，这100年来根本没有任何改变。我知道你喜欢哪里，丽莎，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。虽然我已经设法让普通人难以靠近，但我还是不能保证那里绝对安全。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吧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在那里一起生活。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受伤了。”丽莎看着被维克多握住的手，维克多总是在担心我，即使是这一次，他明知道使用魔法会让自己也成为众矢之的，却还是赶来救我。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，麻烦也会找上维克多的。丽莎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你说的对，虽然在那座房子里有很多回忆，但我也可以在其他地方采集草药。我们可以到处旅行，去不同的地方，听起来也不错。”维克多神情变得明朗，这么说你愿意积极考虑这件事了？丽莎点头说道：“这是我100年来的第一次人生，如果不去尝试从未做过的事，那就太浪费了。”维克多身上散发出微光，你把魔法分享给了我。丽莎看着他说道：“我之前逼你太紧了，所以这是给你的补偿。回家的路就交给我吧，
维克多和丽莎脚下浮现出巨大的绿色传送阵，光芒将两人包裹。森林深处的小木屋前，传送阵再次亮起，维克多和丽莎的身影出现在空地上。奥兰多站在一旁说道：“欢迎回来。”丽莎笑着回应道：“我们回。”他看清眼前的人后，猛地停住脚步。等一下，什么？维克多挡在丽莎身前，警惕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奥兰多举起手中的钥匙说道：“我用你给我的备用钥匙进来的。”丽莎，因为你不在家，我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儿。维克多语气低沉地重复道：“备用钥匙。”丽莎感到气氛有些尴尬。那个，总之别站在外面说话了，先进屋吧。三人围坐在木屋的餐桌旁，丽莎看向奥兰多，问道：“所以，那个女人不会受到惩罚，对吧？”奥兰多坐在桌边说道：“我们调查了她的背景，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她会使用魔法。”丽莎听后松了一口气。奥兰多继续说道：“反倒是你那么强烈的维护她，加上维克多使用了那样显眼的魔法，民众的愤怒现在都转到了你们两个身上，我想这会影响到你们今后的生活。”维克多看向丽莎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还是离开。”奥兰多猛地站起身，双手撑在桌面上：“我不能让你和维克多身陷险境。”奥兰多按住胸口：“所以，请让我来保护你。”维克多在一旁不满地喊道：“为什么连我也要被你保护？”奥兰多理所当然地回应道：“那还用说吗？因为你是我重要朋友的朋友啊。”维克多显得十分无语。丽莎有些尴尬地开口道：“那个，我很感激你的这份心意，但是我们真的打算要告别了。”奥兰多听到告别二字，整个人僵住了。他失落地坐回椅子上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不想说再见，和你们在一起，丽莎，是你让我能够做回自己。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，但现在我的感受已经不止于此了。在这个仇视女巫的世界里，看到你，即便身处困境，也依然坚定地为自己发声，我才意识到我以前只了解你的一面。”奥兰多伸出手握住了丽莎的手：“我想更多的了解你，丽莎。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，不是作为恩德家族的一员，而是作为我自己。”丽莎看着奥兰多：“我曾以为不被杀掉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距离，但如果我们总是背对彼此，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对方。”奥兰多正在提供一条不被恩德家族束缚的道路，而我知道永远逃避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但是……丽莎流下眼泪。奥兰多看着她，发出了惊讶的声音：“抱歉，丽莎，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为难的。”丽莎擦了擦眼角，回应道：“不是我该说对不起，我只是想的有点多。”维克多站在一旁看着两人，他叹了口气，随后看向奥兰多说道：“既然你弄哭了丽莎，那就作为补偿吧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们会让你来保护我们。”丽莎惊讶地看向维克多，他在计划什么？维克多凑近丽莎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次针对女巫的骚乱，起因是丽莎被列为了清除目标，这意味着有人在幕后操纵一切，有人想通过陷害她来获利，所以一直带头狩猎女巫的恩德家族非常可疑。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调查清楚。虽然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搬到很远的地方，但有些事情必须先解决掉，否则你还是会一直闷闷不乐的，对吧，丽莎？”丽莎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她伸出手揉乱了维克多的头发。维克多躲闪着说道：“笨蛋，快住手！”奥兰多坐在一旁看着两人：“你们两个感情真好啊。”丽莎停下动作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“啊，这只是很久以前就有的老习惯了。”奥兰多低声回应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只是很高兴维克多愿意试着和你相处，所以我就有点，你懂的。”维克多单手托着脸颊，有些别扭地说道：“行吧，反正我就当你的朋友之类的好了。”丽莎笑着对奥兰多说道：“他只是害羞了，别介意。”奥兰多看向丽莎说道：“那个，他握住丽莎的手：“丽莎，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父亲。”丽莎愣在原地，奥兰多神情变得严肃而认真：“你的父亲？”他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中。维克多脸色阴沉地看着这一幕。奥兰多握住丽莎的手说道：“丽莎，我爱你，你是我唯一的选择。”丽莎轻声呼唤他的名字：“奥兰多。”奥兰多看着他继续说道：“等我完成了猎物任务，我们就结婚吧。”丽莎沉浸在幸福的幻想中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现在就要见家长了吗？”奥兰多神情变得严肃：“经过今天的事，他们可能会认为你是女巫派系的人，所以我想先消除这个误会。我想正式把你作为我的朋友介绍给他们。”丽莎愣住了：“朋友？”奥兰多问道：“这样不行吗？”丽莎在心中呐喊：“我完全误会了，但是去见他的父亲真的没问题吗？”丽莎连忙摆手示意暂停：“等一下，突然要和恩德家族的家主见面，这对我来说门槛太高了，也许我不该去吧。”维克多解释道：“这确实有风险，但如果他认可你是我的朋友，以后在恩德家族走动会方便很多。”丽莎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考虑到以后，现在建立这种联系确实更明智。”丽莎感到有些局促：“抱歉，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，所以刚才有点慌张。”奥兰多看向他回应道：“别担心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告诉父亲，我有想让他见的人。”奥兰多露出微笑：“这确实有点让人难为情，对吧？”丽莎勉强回应道：“是啊，正因为这是一个真诚的提议，反而让我觉得更有罪恶感了。”维克多走近，伸手搭在奥兰多的肩膀上：“奥兰多，你为了一个朋友这么慌张做什么？你可是大家的奥兰多大人，不是吗？你不会打算把谁当成特别的存在吧？”奥兰多低声回应：“是的。”奥兰多突然用力抓住维克多的肩膀，直到现在为止，确实是这样。丽莎看着眼前的两人，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经变得这么亲近了。随着准备工作就绪，我们出发去见他的父亲。我意识到了一件大事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我一直过得很低调，所以我根本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。对于这种见面，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。奥兰多提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
今天正好有丰收季，我们可以在那里买到你需要的一切。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，每个人都会戴上面具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我们和之前发生的事有关联。想去吗？丰收季的街道上挂满了彩旗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。在这里，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幼，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，大家都是为了享受快乐而聚在一起。丽莎戴着粉色面具走在街上，多亏了这些面具，买了这么多东西也能轻松的逛街。不过，我们其实没必要买这么多东西。维克多回应道：“这种机会可不多见，现在不买，以后什么时候买？”奥兰多感叹道：“能用魔法把所有东西传送回家，真的很方便。照这个速度，我刚才是不是应该把整家店都买下来？”丽莎无奈的回应道：“还是别那样做了。”丽莎闻到了一股甜味，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她看着摊位上晶莹剔透的水果串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奥兰多侧过头看向他，丽莎也转头对上他的视线。奥兰多看着热闹的街道，说道：“我的父母以前从不让我来这种地方，但说实话，我一直很想来。”他回想起小时候，自己只能独自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灯火通明的祭典。丽莎轻声回应：“我明白了，我能理解那种感受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现在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吗？”维克多付了钱，说道：“挑一个你喜欢的吧。”丽莎惊喜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维克多点点头，偶尔一次也没关系。丽莎兴奋地跑到摊位前：“太好了，奥兰多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要拿这一串。”奥兰多看着琳琅满目的水果串，指着其中一串说道：“那我就选这个吧。”三人拿着零食走在热闹的街道上，前方传来了响亮的宣告声：“各位，一年一度的力量大赛要开始了！”人群瞬间沸腾起来，汹涌的人流猛地冲散了原本并肩而行的三人。丽莎被推挤着踉跄了几步，惊恐地看向四周。奥兰多在混乱的人群中大声呼喊：“丽莎！”他伸出手稳稳地抓住了丽莎的手腕，将她拉回到身边。维克多看着前方拥挤的状况，又是那些家伙。一名戴着眼罩面具的妇女突然拉住维克多的手臂，说道：“没错，我们一直在等你，你快过来！”维克多一脸茫然地问道：“哈？怎么了？”妇女不由分说地将一个沉重的木箱塞进他怀里。“看你戴着面具，你是后援团的人吧？快来帮我们搬这个。”维克多抱着箱子愣在原地。“喂！”妇女头也不回地走开。“真是帮了大忙了，给我站住！”奥兰多看着空荡荡的身侧说道。“我们和维克多走散了。”奥兰多牵着丽莎的手走在人群中说道：“是啊，现在这种情况下，想找到他可能挺困难的。虽然我可以用魔法追踪他的下落，但是维克多可能会担心。但我其实想就这样多待一会儿。既然我们已经来到祭典了，不如我们就这样继续到处走走吧。”奥兰多停下脚步，转过头看向丽莎说道：“我想和你一起走。”丽莎。丽莎愣在原地，心跳漏了一拍。她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对啊，完全没错。如果我们像这样牵着手，也就不会走散了。”奥兰多轻声应和道：“两人并肩走在祭典的街道上，手牵得更紧了些。不远处的空地上正举行着力量大赛，一名壮汉正和奥兰多较量着掰手腕。丽莎在后方兴奋地为他加油。随后，一名戴着眼罩的小个子男人挥舞着巨大的火炬跑过。丽莎惊讶地看着这一幕。夜幕降临，无数暖黄色的灯火缓缓升入高空，点亮了深邃的星空。丽莎抬头望向天空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奥兰多看着那些飘动的光点，解释道：“那是人们写下愿望后放飞的天灯。以前我总是坐在宅邸的窗边看着它们，觉得它们非常漂亮。原来它们是这样被放飞的，看起来很有趣。我们也来试试吧。”他牵起奥兰多的手，两人穿过草坪，跑向空旷处。奥兰多和丽莎各自托起一盏天灯，数到3就放手。好，准备，1、2、3。两盏天灯脱离指尖，摇曳着升入夜空，汇入了那片灿烂的灯海。丽莎在天灯上写着：“希望能和奥兰多一直在一起。”奥兰多的天灯上则写着：“愿丽莎的梦想都能实现。”两人站在星空下相视而笑。天灯在夜空中缓缓升起，丽莎和奥兰多站在草坪上仰望，直到那些光点消失在云层深处。两人走在寂静的街道上。奥兰多问道：“丽莎，走了这么久，你的脚累吗？”丽莎回应道：“啊哈哈，我的体力其实比看起来要好，不过可能是刚才太兴奋了。”奥兰多看向路边的长椅，说道：“你坐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去买点喝的。”丽莎独自坐在长椅上。“我从没想过作为一个女巫，竟然也能参加这样的祭典。至少在这一刻，我是女巫这件事并不重要。现在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。”一只手突然从后方伸出，用白布死死捂住了丽莎的口鼻。丽莎瞪大眼睛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奥兰多拿着饮料走回长椅处：“抱歉让你久等了，丽莎。”长椅上空无一人，只有那副紫色的面具孤零零地掉落在地砖上。奥兰多捡起面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远处传来粗暴的呵斥声：“把它交出来！现在就交出来！”奥兰多猛地转过身，看向声音传来的巷弄深处，一辆马车正停在昏暗的街道尽头。奥兰多紧紧攥着那副粉色面具，眼神变得冰冷而锐利。“丽莎！”